在如今这个到处都是网红火锅的时代，能寻到一个火锅原本该有的味道，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了。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杨公桥地铁站的出口附近，在我背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悬崖上的火锅店了。很多老沙坪坝人呢对于这家火锅店应该是不会太陌生，而且听说他还上过《舌尖上的中国》。走吧，打探一下。君之威火锅位于轨道杨公桥站1号口附近，火锅店依山而建，坐落在悬崖之上，有点阁楼的味道。走进店里，迎面而来的怀旧风，满满的质朴回忆。墙上挂满的各种荣誉，也彰显着他在火锅界的地位。当然，成功的背后也充满着无数的艰辛。我们是1998年1月6号。该边边有一个门面嘛，没得好大，大概可能有30个平方嘛，只安得到4张桌子，而且还有3张桌子是8的桌子，1张桌子可以坐8个人。好，我们都开始那个时候我们都卖那个3坨腰，因为我们没拜师学艺嘛，都说底气还是不是很足的。对，我们都卖个3坨腰，我们都说以那个价格来取优势。飞速变化的生活中，古老的传奇依然在上演。从98年的4张桌子创业起家，仅仅用了4、5年的时间，君之威火锅在全国就有了200多家店，也从最初的价格优势慢慢发展成了一家凭借味道出道的火锅店，而且这味道也完全是通过自己不断实践研发出来的。我在老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还当了还持脚医生的，好懂得到点哈，皮毛上面懂得到点那个清热的中草药，中药都说不上，只能说叫草药。好，我都要用点草药，因为像夏季很热的时候啦，我都要用点芦根儿，就是你嘛那个芦根儿的叶子可以包，还可以包粽子吃，也很清香。相对于技巧，青珠的心意才值得回味。根据季节的变化，添加上不同的中草药，也正是这份用心，才使得君之威火锅在餐饮道路上越走越好。当然，味道好不好，咱们还是要桌上见真章。君之威火锅呢，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吃过了。记得我小时候呢，在西洋广场的时候呢，它2楼有家面积特别大的，但是听说这里才是他们的总店，所以今天我也是来到了马房湾他们的楼下，他们是同一家店，也是来尝试一下他们这个火锅的底料以及菜品跟我记忆中的味道是不是一样的。听说他们店的一个特色是一个嫩黄牛肉片，它这个是精选用黄牛的牛后腿肉啊。现如今，牛肉片已经是君之威火锅的主打招牌，选用的是黄牛后腿肉部分，它肉质紧实且脂肪少，除了加入蛋清外，并没有用其他调料码制，完全保留了牛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吃黄牛肉一定要搭配上店里的秘制干油碟。哇，这个真的是跟你用原汤油碟那种口感是一模一样的，特别的辣。但是它的那种牛肉的口感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很滑嫩，因为它选用的是黄牛的后腿肉嘛，里面没有很多的筋，没有很多的那种筋膜，所以吃起来没有很多的那种纹理感。搭配上它打上的那种蛋清，就进入那种码质，整体入口之后就感觉很顺流就滑下喉咙去了，也不需要太麻烦的去嚼动它。黄牛肉的嫩滑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搭配上秘制的干油碟，可以说是大大的满足了重口味的重庆人。当然，对于那些不能吃辣的朋友来说，干油碟要慎选哟。除了牛肉片之外，店里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卤菜。卤菜下火锅早已成为了火锅的主流，而能够成就一锅好卤的秘诀就在于卤水。所谓卤水越卤越香。我们那个卤水用了10年了，每天用了都要。
也正是这样一份情感，才造就了这样一家极受大众喜爱的地道火锅店。你难道不想去体验一下吗？好了，今天的美食探店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美食商城还有更多好吃的等着你。李阿姨，面食达人，擅长各类北方面点，能让平平无奇的面粉变换各种花样。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又很快的酥炸小油条。酥炸小油条在家就能做，安全又放心。所需要用到的食材有面粉500克、发酵粉30克、泡打粉30克、鸡蛋1枚、牛奶300毫升。加入牛奶和鸡蛋的油条更营养，还有一股奶香味儿，很不错哟。首先我们要找一个比较重一些的陶瓷盆，因为这样的面它比较重，不会跑。再一个还光滑里边。现在我们就是首先把面放里边，1斤面，根据自己家的吧，需要炸多少，一般的就是1斤够吃了，现吃现炸。下面再放少许的盐，再放少许的发酵粉放里面。着急吃的话，发酵粉一般都是60度的温水把它发一下，这样的它的火的时候发酵的粉效果更好一些。下面再找点泡打粉。然后把鸡蛋放进去，放进1个鸡蛋，它这样炸出来会酥脆。然后呢，就是最后一步，就是把它用牛奶边和边把倒牛奶，根据它然后把它和的程度来适量的加了个牛奶，把它鸡蛋打碎，把它面先和开，然后把牛奶倒进去，把它变成面絮，都要均匀一些。那这个牛奶的量和这个面的比例是多少呢？一般的这个牛奶差不多就是半斤牛奶，根据情况吧，有的是全部都牛奶，有的就是稍微再放一点水。这面一定要把它和均匀它，再一个一定要把它弄光，把面。那传说中的3光就是说什么呢？手光、面光、盆光。好，回答正确。和好了，这样的光的是面也是光的，手也是光的，然后用的果膜把它盖住，让它发酵一个40分钟左右吧，把它发起来。根据天气的情况，如果天气温度比较高，一般呢就是半个小时都可以了。如果天气冬天的嘛，它就是天气要凉的话，它一般的就要40分钟到50分钟才能发酵好。这样呢，咱们等它发酵好了以后就可以了。揉好的面团需要时间的发酵，静静等待45分钟的时间，可以看看电视，喝喝茶。当然，如果你是连鸡蛋、牛奶都不想加的厨房小白，李阿姨在这里还要教你一个宛若作弊的办法。这个炸油条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厨房小神器，就是超市都有卖的，就是一袋专门是炸油条的，你不用弄了多少配方啊什么的，多少充气这个，就这一袋，然后1斤面，350升的60度的温水就可以了，特别简单。只需要将调好的粉包用水调开，再放入面粉，就可以变成油条了。这是准备好的350毫升的水，是温水，就是60度的温水，这样发酵更快一些，搅成面絮。OMG， 这么神奇吗？当然，同样的，这样揉制的面团也需要30分钟的时间来发酵哟。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油条了。现在就是拿出来案板，案板上面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放一点油，因为省得它粘。这发好的面啊，千万不要再揉它，把它弄好了以后，直接把它摁平就可以了。再呢，像薄饼似的，差不多也就是0.5就可以了，左右就行了。小面片儿。把它摁成一个花纹似的，
每一个把它摁一下，用那个筷子，把这个两边的边儿可以提前把它捏好，捏成这样的小花边儿，把它捏住，省得散开那种，可以把它捏好。你看，现在油锅开始上面有个冒烟了，都看，这是说明这温度可以了。这样呢，咱们可以先把它下锅一下，把它油条放进去。油锅烧至微微冒烟，就可以把油条放进去了。高温会让油条迅速地漂浮起来，这里划重点，不停地来回反转，让油条每一面都充分地受热，才能让油条膨胀变得酥脆哦。掌握了这一点，你就无限接近成功了。这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油条，根据自己的喜好。这个加的都有豆浆机嘛，打开豆浆，然后这个油条又健康又卫生，很放心。加入牛奶和鸡蛋的油条酥松有奶香味儿，简化版的油条更像楼下的早餐店，充满了大大的气孔，配上一杯热豆浆，简直感动得落泪。安全又放心的家庭版油条就完成了，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宅家生活我们不缺的就是时间，不如动动手，自己炸的油条吃起来肯定更香呢。